甄嬛传中有这么一件衣服，华妃恨不得撕碎它，甄嬛却用它来邀宠，它就是印着大朵牵牛花的鼠衣。这期咱们就来唠唠这件鼠衣有哪些用处。首先，这件鼠衣的料子是蜀锦局送给华妃的。秉着做衣服如做人，一定要轰轰烈烈、花团锦簇才好的华妃，瞧着料子不是她喜欢的颜色，不免有些不满。可咱们听曹贵人对这块料子是这么评价的：其实啊，他们也用了心思了。娘娘您瞧，连这花朵都是用月白色的丝线掺了银线绣的，若是放在日头底下，一定好看。虽然说咱也知道这花它确实是印上去的啊，但通过曹贵人的描述，又是掺了银线，又是在日头下银光闪闪的，可见这块料子有多好看。只可惜华妃嫌这朵花的寓意不好，为了诅咒甄嬛如牵牛花一样只开一夜，华妃派人把料子裁成衣裳给甄嬛送去。甄嬛瞧着周宁海给自己送衣服，心里忍不住犯嘀咕：华妃又要整啥幺蛾子？锦汐瞧出了甄嬛心中的顾虑，一本正经地胡说着什么：我家小主与蜀犯冲，这蜀锦怕是不能穿呀！呸！前儿才收了皇上送的蜀锦鞋呢，这会儿就与蜀锦衣犯冲了。周宁海为了完成华妃安排的工作任务，才不管甄嬛是真与蜀犯冲还是假犯冲，直接上演了一出仗势欺人，用嘴炮神功逼得甄嬛收下了蜀衣。周宁海走后，纯常在让锦汐把衣服拿给自己瞧瞧。对于这么一件难得的衣服，咱们听纯常在是这么说的：姐姐这件衣服和您那双蜀锦的鞋子做配，不是正好吗？10月的赏菊大会，姐姐穿上这一身绝对是冠压群芳。可见这件蜀衣确实不一样，但收到蜀衣的甄嬛却高兴不起来呀。她不知道华妃送这件衣服的目的，所以甄嬛对这件蜀衣的处理方式是：先搁起来吧。就这样，这件蜀衣被甄嬛搁置了。直到甄嬛在长街受辱，决定重新邀宠时，这件衣服终于有了用武之地。如果说甄嬛能成功获宠，少不了趁眉庄把皇上引到倚梅园，以及那群藏在斗篷下的蝴蝶，那么在这场邀宠中，蜀衣的功劳也不小。仔细瞧，这不就是华妃嫌弃的牵牛花吗？结合一开始曹贵人说这件衣服在日头底下银光闪闪的，这不大雪天又是红梅盛开，又是阳光明媚，甄嬛穿着这件蜀衣在雪天阳光下祈福，按照蜀衣在阳光下立马银光闪闪的材质，大概此刻众人眼中的甄嬛是不灵不灵的。加上甄嬛一个起身一个旋转，周身布满蝴蝶，这不是妖女就是仙女啊！怪不得皇上当场就被迷得不要不要的。然而这件蜀衣的技能到这儿还没结束呢。甄嬛整了一出幺蛾子，成功吸引皇上之后，又玩起欲擒故纵的套路。皇上要在碎玉轩留夜，甄嬛不给皇上房卡，皇上下棋输了，再次请求留在碎玉轩。甄嬛却说，如果皇上要留在碎玉轩的话，那么自己只好去找沈眉庄了。一来二去溜了皇上几夜，甄嬛终于同意让皇上宿在碎玉轩了。等你修好了，朕便把这香囊日日都带在身上，片刻不离，好不好？哎，瞧见了吧，又是那件蜀衣。自从甄嬛从倚梅园演了一出闪闪发光后，连着好几天的甄嬛穿的都是那件蜀衣。为什么甄嬛对这件蜀衣这么爱不释手呢？除去剧组衣服不够，许多嫔妃换着穿之外，咱们看皇上下朝找甄嬛唠嗑时，甄嬛想这个香囊上的祥云绣什么颜色，皇上是这么说的：朕瞧着你身上的浅紫色便很好，绣成祥云和金龙的颜色也很配。可见这件蜀衣也吸引到皇上了，要不然皇上大可说：朕瞧着你脖子上的毛绒好，就绣白色吧。最后咱们来看华妃即将下线时，甄嬛早早的梳妆打扮去给华妃送盒饭。这时华妃褪去华丽的首饰，一身素净，全然没有了往日里那份嚣张跋扈的气焰。阳光从窗子照进冷宫，甄嬛推门而入，仔细瞧，甄嬛身上穿的还是那件蜀衣。一个是举家败落即将下线的答应，一个是重新崛起风头无两的宠妃。
阳光下华妃有多落寞，甄嬛就有多耀眼。最后甄嬛说出华妃多年不孕的真相，华妃不堪情爱错付，一头撞死在柱子上。一向轰轰烈烈的华妃，就连死也死得那么轰轰烈烈。只是不知道，要是华妃知道甄嬛用她嫌弃的那件鼠衣做成战衣，心里又会是怎么样的滋味呢？